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Kate。之前有人来信问我，请我们讨论一下所谓回避型人格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回避型人格有哪一些特征，还有它跟所谓的社交恐惧有什么样的不同，还有我们最后也会讨论一下所谓的治疗方式有哪些哦。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先让我们来定义一下所谓的回避型人格障碍。当然这是跟我们的 DSM-5TR 里面的定义有关，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去查询。这个呢，它的一开始的最基本的定义就是他们对于社交极度的恐惧，觉得自己不够好，而且对于拒绝非常的敏感，通常是在成年左右，就是成年的早期的时候会开始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模式。而之所以会被叫做人格疾患，跟我们其他人格疾患很像的部分就是呢，它其实影响你的生活的全部，所以它不是说像你今天可能跟某个人谈恋爱，这个人伤透你的心，然后呢你有一个不良的关系之后，你才会有这样子一个所谓的逃避型人格或者是回避型人格，不是这样的，而是你可能在过去经历过一些创伤，或者是曾经被 bully 就是霸凌，或者是被嘲笑、被讥讽，这些让你心灵受创的一个成长经验，让你会慢慢衍生出一个所谓回避型人格的一个倾向。以下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回避型人格的一些诊断特征。首先呢，第一，由于害怕受到批评、指责和拒绝，会避免参加和他人密切交流的一些职能活动。所以呢，这就不是说你只要去被要求去做一件事情，然后你就会去，而是因为你会害怕被批评，是如此的害怕，以至于呢，你会愿意去冒这个可能会被开除的风险，而不去做你被交代要做的事情。例如说呢，可能你的工作要求你在园游会跟所有人去发传单，跟所有人讨论，然后介绍你们的单位的新的活动，你会因为太害怕去做这件事情而选择假装你生病请假不去，然后让你的主管失望，而甚至对你有所责骂，或者是对你不高兴。那这就是对你的生活或者是你的工作上面产生了一个很负面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除非你很确定对方是喜欢你的，或者是这个团体是欢迎你的，否则呢你是不愿意去参加一些活动或是事务的。例如说呢，你可能就会比较在社交活动当中，你就是站在边边然后属于闭花的状态。那你跟人的之间的互动比较是肤浅的。那当你很确认说这群人是喜欢我的，那你就会比较愿意去参与一些活动，或者是跟人有多一点的互动。第三个呢，就是因为你太担心受到羞辱或者是嘲笑，而你会很抗拒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在人际关系里头，你跟人们的关系其实是会保持一个距离的。那你会比较害怕去谈论比较深层的一些议题。那有时候呢，你可能会用一些更微妙的方式来保持距离。例如说，让自己非常的忙，不断的有工作，也会因为你没有时间，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人建立一个很深层的一个连接，或者是很亲密的关系。然后你就会说，我也没办法工作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你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来去和人保持距离。第四个呢，就是在社交场合里头呢，总是会担心被批评或者是被排斥。那由于你过于注重在社交场合里头会被批评，或者是觉得别人会嘲笑你，或者是排斥你，或者是拒绝你，所以呢，你会因为这些担心而选择不去参加社交活动。如果你真的去了呢，其实你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也会因为担心别人怎么看你，然后就会造成你很想要离开，或者是不想去。而这也就是回避型人格跟社交恐惧很相似的一个地方。第五个呢，就是在意你自己的缺点，好像觉得自己不够好，
以至于呢，在跟陌生人互动的时候呢，你很容易表现得畏畏缩缩的。由于呢，你在新的人际关系里头，你会很容易觉得自己不是很好，又或者是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又或者是害怕被人家看穿自己不够好的部分，所以你会不断的去抑制自己，可能不去多说话，不去参与，尽量站在后面去听大家怎么说就好了的方式呢，来去参与，这样子用一个比较边缘型的方式来去参与活动，这样你比较不会被当成那个 target 被攻击。那因为你这样子呢，就变成你很难在别人面前自在的说话，然后你会很紧张，也很难放松。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这样子而导致于你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会结结巴巴的，又或者是呢，你想要说的话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表达，因为你其实满脑子想的都是人家会怎么样说我，或者是人家心里是怎么样子批评我的，这都是在心里头有非常强烈的一些负面的想法，导致我们有强烈的一些焦虑。第六个呢，就是认为自己社交无能，没有吸引力，或者是不如别人。在这个部分呢，可能就会变成你必须要去试着克服你的恐惧跟你的压力，因为我们会因为觉得自己很不好，社交方面没有一个社交能力，然后导致自己完全不愿意跟其他人互动，把自己关起来。那有些人呢，可能会因为在社交活动当中呢，容易感觉到很窒息，或者是非常的焦虑。例如说呢，你在跟一群人讲话的时候，等轮到你要发言的时候呢，突然紧张到整个人就空白了，不知道你本来想好的要说什么都忘了，又或者是呢，你要说话之前，在脑筋里要先想过一遍又一遍，还要自己先演练过才可以说话，这其实都代表你极度的焦虑。第七个呢，就是由于你会担心出丑，这个 embarrassment 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抗拒去参加任何可能会有个人风险或者是参与新的活动，你不会想要去承担任何的个人风险，也不会想要去参加新的活动，因为这会提升你让自己很丢脸或者是很出糗的一个机会。例如说你今年已经38岁啦，你很想要结婚，那其实呢，有一个对象其实是很想要跟你结婚，那你也知道对方其实是想结婚，但是由于你太害怕被拒绝，以至于呢，你想开口又不愿意开口，然后觉得如果我开口对方拒绝了怎么办？那我宁愿不要，所以呢，就会因此而选择不去主动追求自己想要的结果，或者是去主动参与一些社交的活动。社交恐惧症和回避型人格，他们的相似跟相异处在哪？其实他们很相似，就是对于社交方面是极度的焦虑跟恐惧。那社交恐惧症呢，其实他的恐惧跟焦虑都只有限定在社交互动上面，所以你有意识到，其实你的焦虑是不太合理的。但是呢，你还是会对于这件事情感到极度的焦虑。但是呢，有社交焦虑或者是社交恐惧的人呢，还是会有亲密关系的。那对于回避型人格呢，他们其实呢是有一种很深的信念，是觉得我很有问题，觉得自己很糟糕，觉得自己是不够好。只要有人看到我或者是关注我，其实就会发现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所以因为太过于专注在别人可能会怎么样去拒绝、批评、嘲笑的部分，导致于呢，所有的事情都可能会让我们变成不愿意去跟人互动的原因。也会因为这样子呢，以至于呢，对于社交的期待跟渴望是低的。所以回避型其实是指说，因为感觉到自己不够好，还有害怕被拒绝或被批评，而避免任何关系，包括亲密关系。而这样子的人呢，通常可能就会导致于我们在亲密关系的时候呢，就算有亲密关系，可能跟一个比较独立自主、不会太黏你的人会比较处得来。如果今天你是跟一个就是
比较 needy， 就是比较需要你关心，比较需要你陪伴，然后需要你坦诚多说话，天天来谈心聊天的人的话，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因为这会让你感到极度的不舒服。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所谓的治疗方式。在某一种程度来说呢，其实认知行为治疗方式是最常见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那通常呢，我们可能会在跟你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去帮你看到你的某一些负面又扭曲的一些信念，来去挑战你的信念。那当然我们也会配合一些行为的练习，例如说呢，我们可能会为了要让你改善你的信念呢，来去挑战你，或者是从中去找有没有真的证明你真的很不好的一些证据，或者是别人在嘲笑你的证据，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去跟你自己有一个辩论。那也可以透过一些跟其他人互动的方式来得到一些回馈，帮助你矫正你扭曲的一些内在还有自我的信念。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总结一下所谓的回避型人格他们常见的一些自我信念有哪一些。例如说，我就是很不称职的人，或者是别人都不喜欢我，别人都在嘲笑我，或者是批评我。如果有一个人认识我的话，他们就会不喜欢我了。所以如果你把自己的情绪啊，把自己暴露在别人面前，别人就会看见我的缺点，这样人家就会开始来嘲笑我。这些都有可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负面又扭曲的自我信念。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可以把它写下来。当然你也如果有其他的想法的话，也很欢迎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把你常见的这些自我信念开始来针对他们做一些挑战。那大多数的回避型的人呢，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看到都非常的孤独，因为他们对于和人接近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渴望的。他们其实不太会需要跟人相处，或者是有很亲近的一个关系。那只要跟人接近，其实就会让他们感觉到不舒服。而回避型的人，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就比较适合比较个性独立的人。他们也许会有好朋友，但是就是这么一两个，而且就只跟这么一两个人相处，他们也就觉得就够了。那这是我们觉得在认知行为治疗上对于回避型人格方面治疗比较有效的一些方式。那当你开始试着去挑战自己，从事一些不一样的行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有一些良好的回馈，那你就可以从这当中呢学会有不一样的行为。那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心理师就会帮助你去辨别你的行为，然后可能了解你的行为背后的原因，来提升你的自我觉察。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可能就是我们会帮助你做一些 coping skill training， 就是一些训练，行为的训练。例如说怎么样练习跟别人聊天，怎么样多问别人问题，让别人可以多谈论他们自己，还有要怎么样学习跟别人分享自我。当你开始跟别人多分享自己的时候，别人也会觉得你好像蛮好亲近的。又或者是你多问问题的时候，别人会觉得你好像对我这个人的事情还蛮有兴趣的，他们就会很乐意再跟你多谈谈。透过这样子的一些行为，透过这样子的练习，会让你对自己的信念会有所改善。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谈到这个部分了。不知道你对于这样子的影片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啊？又或者是你或身边的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呢？欢迎跟我们留言分享哦。我们下次见了，拜拜。